这个女孩下乡途中从牛车上摔下来，失去了身体的主动权，眼睁睁看着自己作威作福，绝望之际，一股吸力带走了她穿到21世纪的姜妍身上。还好家传的玉牌竟是个空间，她一有钱就囤货，空间囤满了米面粮油、黄金、药品。吃穿用度什么都有。最近他睡觉的时候总是梦到60年的自己在乡下为非作歹，心头狂跳。我不会要回去了吧？于是空间里多了他花大价钱收到的以前的票据、浪琴手表、28大杠自行车等等等等。这天晚上姜生又做梦了。你是坏人！呜呜呜！你抢我鸡蛋！我可没这么极品。姜生，你出息了，连小孩子的鸡蛋都抢。嘿，一个大人这么不要脸，这老秦家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娶了个这样的儿媳妇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姜生都无动于衷，直接把鸡蛋塞进嘴里，几大口吃了，还挑衅地看着周围的人。小男孩哇的一声哭出来，惊天动地。我特么！姜生气得从床上弹起来，一下摔倒在地，人竟然消失了。死好疼，脑袋生疼。更要命的是，一堆记忆在他脑海里走马观花的放，丝毫不顾他快要爆炸的头。好一会儿，疼痛才慢慢平息。姜生双眼无神地看看四周，牛逼，我真的回来了。不过姜生根本激动不起来，他欲哭无泪。姜生皮囊好看，穿越女顶着他这张脸，各种让人帮他干活。这年头，一个男的给一个女的干活，那是啥？那是对象啊。于是姜生一夜之间有了15个对象，混得风生水起。大队里几乎每个女的都讨厌他，都在背后添油加醋的造谣，说他今天和谁钻小树林，明天又和谁去山里。大家都冷眼旁观，想着这下看他怎么活下去。但人家内心强大。可是长得好看不是我的错呀，他们愿意替我干活，我不愿意的。是的，是的，是我们愿意的。和姜志清没关系，他平时话都不和我们多说一句的。正想着，进来一个好看男人，张口就喷：起来，别装死了。你才装死，你全家都装死。秦野皱眉看着姜生，今天这女人好像有些不一样，平时都是像是一块狗皮膏药，想尽办法勾引他，嫁给他。每次对别人就是横眉冷目，对他都不大声说话。看什么看？没看过美女？你真牛逼！你媳妇儿被人开瓢了，你也坐得住？窝囊废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个废物，连自己媳妇。你不是姜生，你是谁？姜生被掐住也顾不上痛一脚踢向他要害。你不是姜生，你再不现身，我一把糯米撒过去。我撒你二大爷！秦野，你屁股蛋上有一颗黑痣。你大爷！你什么时候偷看的老子屁股？牛逼了，一猜就中。姜生看他脸红，有些想笑。行了，我不会说出去的。一个大男人，看你那出息，不就是屁股蛋上有颗痣吗？有什么大不了？你是真的疯，你不是姜生，姜生要脸。哦不，姜生也不要脸。姜生无语，我觉得你他妈翻来覆去都是骂我。先谈谈你是谁？姜生。你放屁！姜生嘴角抽了抽，你太粗鲁了。牛逼你都敢说？姜生噎了一下。好吧，不说这个，我确实是姜生，这也确实是我的身体。我下乡的时候不慎从牛车上摔下去，然后我就不是我了。我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孤魂野鬼，这次我被人开瓢，再醒来就是我了。这么说你听懂没？姜生和盘托出，不是信任，因为完全没证据啊。谁听了他这都是无稽之谈，哪怕秦野要举报他，要干嘛？只要秦野去说，一准儿会被当成神经病。秦野紧紧地盯着姜生，没有看出任何一点破绽。漂亮姑娘大眼睛看着他，秦野有些不自然地别开眼。小子，都说了姐就是姜生吧？姜生拍了拍秦野，他却瞬间弹开，像是沾染上什么脏东西一般。滚蛋！姑奶奶，我要睡觉。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，梦中被抢鸡蛋的那个小男孩看他出来，喊道：坏女人，你怎么还没死？臭蛋，不许乱说。我为什么要死？我死了，家里的鸡蛋都便宜你了，我偏不死，天天抢你鸡蛋。臭蛋猛了一下，然后哇的一声扯着嗓子嚎：臭蛋，别听他胡说，只有不要脸的人才会抢小孩鸡蛋。说得对，只有不要脸的贱人会偷吃鸡蛋，还嫁祸给我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没有。姜生满嘴没有一句实话。我如果说假话的话，秦野生儿子没屁眼儿。出去野了一晚上才回来的秦野，实话了，只因女孩嫁了一个帅气老公，就被嫉妒她的人狠狠开了瓢。姜生醒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报仇，刚到地方众人就震惊了。姜生，你还没死？你死我都不会死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和狗说话不用那么好听。翠翠，别和他说话，姜。傻逼，敢给姑奶奶开瓢，找死呢你！姜生头上的伤就是眼前的人弄的。韩媛媛是以前的老知青，来了2、3年了，
一直自诩秀水大队最好看的姑娘。穿越女来的第一天，她就看不顺眼，再加上这女人喜欢秦野那个狗，平时没少让她吃亏。江生，你个贱人，你怎么敢打我？打你就打你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？你难不成是谁家的公主大小姐？她拿了手绢擦手，十分嫌弃。大队长，我要实名举报，韩知青作风不正，破坏别人的家庭，而且他思想也有问题，整天一副资本主义小姐做派，还让人给他洗衣服、打洗脚水。因为江生的话，现场一片哗然，韩媛媛要气吐血了。江生，你放屁，你胡说八道！你难道不喜欢秦爷？你没想方设法投怀送抱？那你为什么要打破我的头？就因为我说了一句秦野对我好，他是我男人，不对我好对你好，搞笑。还有，你没让我打洗脚水，不过我没同意罢了。以前在知青点的时候，我亲眼看到的。方翠翠不仅给你打水，你的洗脚水都是她倒的。你这不是资本主义做派是什么？压迫穷人，你思想有很大的问题。方同志，你别害怕，你的委屈我来帮你。江生噼里啪啦地说了一通，一点也不给别人插嘴的机会。在场的人为了看热闹，更是大气都不出。没有，我没有委屈。你看，他都承认了。我承认啥了？韩媛媛还打人，我头破了个大口子，肯定会影响容貌。女人的脸最重要了。我要报公安，让公安同志把韩媛媛抓走，给我讨一个公道。他在那里假装哭泣，化身阴阴怪。好多血气方刚的男孩子看了心都碎了，不过却没人敢靠近江生。秦野就是这10里8村最恶的人，他的媳妇谁敢靠近？江生，你找死！你个贱人，我和你拼了！江生心里冷笑，等的就是你。在韩媛媛冲过来时，他柔柔弱弱的，你别打我，我害怕。你别。下一刻，现场安静如鸡，秦家人瑟瑟发抖。天爷啊，江生还有这一手！大队长，我要报功。嗨，韩知青打了你的头，是他的错，他思想有问题，我们罚他，让他赔偿你。是韩知青的错。他们还有什么看不明白的？这丫头是拿捏他们想要评先进大队，不愿意出事的心理，逼迫他们给说法呢。我没打，谁有证据？我打他。你勾引秦野被我发现，你恼羞成怒，嫉妒秦野对我好，把我约去了小树林，倒是没人看到。你没有证据就是污蔑。我看到了。一道稚嫩的声音和韩媛媛激动的声音同时响起来，大家齐刷刷的看着说话的人，是秦家的秦小妮儿。看吧，人证我也不要多，你给我的精神和身体还有生活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我养伤期间要吃好的补身体，至少1天3个鸡蛋1顿肉，这伤起码也要养个把月。我个把月上不了工，你得赔我，还有我的精神损失费。我害怕我受伤，你得10倍补偿。这样你就随随便便给个200、300的吧，不然咱们派出所见。韩媛媛气得浑身发抖。江生，你怎么不去抢？秦小妮是秦野的侄女，她是你的家人，她作证不算数。哟呵，脑瓜子转得挺快，你个蠢货！不仅秦小妮看到了，还有大队长孙女妞妞也看到了。我也看到了，她用一个大石头狠狠砸人，还说什么你怎么不去死？你死了我就有机会的话。我和小妮蹲在草丛里都看到了，还是我们喊人才把小妮4审救回去的。韩媛媛来了3年，最不敢得罪的人就是大队长和支书一家，哪怕他此刻心里在滴血，也不敢说话了。韩知青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韩媛媛脸色难看至极。我赔，但是200太多了，这个贱人还以为自己的头有多金贵。不是300哦。你江知青，现在大家1年到头100都挣不了，你这也太……这样，让韩知青补偿你50块的营养费和医药费，再把他3个月的工分划给你，如何？韩媛媛不同意，但看到大队长和支书警告的脸色，死死咬着牙。江生心里快笑死了。果然大队长也烦这个女人。他不知道大队长也烦他。我听大队长的。大队长听了这个话，倒是舒心不少。那他今天打我怎么算？谁让你死不承认的？你那是要我的命，我只是教训你一下而已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，得寸进尺啊！江生，你嗨！韩媛媛被他的话气得终于绷不住，然后晕了过去。真脆弱，这个身体不是给大家拖后腿吗？就这样还来建设什么农村？大家无语，你好像也是拖后腿的。热闹完事，江生带着2个娃娃到媒人的树下，诺，1人10颗，谢谢你们给我作证。谢谢4婶婶，大白兔奶糖衣，我长这么大只吃过1次，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糖。你们都是乖孩子，你们叫人救了我，我可以答应你们每人1个愿望，很大很大的那种愿望。
秦小妮看着和以前不一样的四婶婶，小脸上多了一些神采。我想读书的愿望可以吗？弟弟可以读书，我也想去。这有何难？想去就去，就算不去学校，我也能教你啊。真的？呐，我不会骗人。那我要学。好，你呢？想好了没？现在没想好，以后也可以说。那以后再说吧，我现在想不到。行，你们打猪草吧。那我回去了。这个男人结婚1年都没跟自己媳妇睡过觉，媳妇被人开瓢后换了一个人对他破口大骂，他竟然爱上了。这天，他带着小弟去给媳妇报仇。人呢？都死哪儿去了？你有本事欺负人，你有本事开门了，别以为你不出声，我就不知道你在家。是秦野啊，他来看我了，我就说他肯定喜欢我这种温柔的。野哥哥，啊，好痛！野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想砸门来着。野哥哥，我没事，你别怪二狗兄弟，他不是故意的。韩圆圆，你眼睛再抽一下试试，信不信老子扇死你？还有，你有没有事关我屁事？要我说，二狗就不应该用土克拉，就应该用石头直接砸你脑门上。敢给我媳妇开瓢，你他娘的脑子真的有坑！我闭嘴吧你！听你说话真恶心！赶紧的，把陪我媳妇的钱拿来，不要50，必须100，少一分老子现在给你脑袋开个口子！方翠翠被吓得缩了回去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韩圆圆浑身颤抖，她知道秦也没说假话，她真的会砸上来。麻利点儿，又不是贪了。野哥，他不给的话，我和二柱去搜，最好是搜身。二柱没好气，我才不去！给他这个机会干嘛？让他告你们耍流氓？还有这么好的事情，便宜他做什么？秦野，你太侮辱人了。呵，我数10个数，1、2、3。韩圆圆用了生平最快的速度冲进屋里，拿出钱来扔给秦野。10。最后一个数落下，秦野刚好接住钱。算你识相，这次就饶过你。下次你再对我媳妇有任何举动，老子把你扔到山里去喂狼。秦野拿了钱回家，正好吃午饭了。江生看着桌上的咸菜，嘎嗒气鼓鼓的。妈，我想吃鸡蛋，我脑袋破了，要补一补。旁边的秦野都被他的厚脸皮震惊了。哦，原来的江生也厚脸皮。秦母深吸一口气，晚上给你煮，现在来不及了。哦，行吧。他端起粥，有一搭没一搭的喝着。太难喝了，秦野，给你。老子吃你吃剩的。你不要我给小妮了。江生二话不说，把粥全部倒给秦小妮。我没说不要。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小妮，快喝。秦小妮察觉到他妈虎视眈眈的目光，连忙端起来，稀里呼噜就喝了个精光。饿死鬼投胎，不知道给你弟弟留点儿。秦家父母看了看江生，又看了看秦野，见两人大眼瞪小眼的，默默地低下了头。给你。这么好心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钱？我告诉你，不干净的钱我可不要。这是那个女人赔给你的，我替你取回来了。我靠，你这么好心啊？不是，怎么会有100？我就说那个女人看上你了吧？你一去钱都直接翻倍了，干得不错，知道利用自己的美色。秦野此刻十分后悔去替江生要这个钱。你能闭嘴吗？你真对那个女人没心思。也是，我可好看多了，你看着我这张脸都没什么感觉，何况别人。你是夸自己吧？嘿嘿，被你看出来了。哼，接下来你是不是打算和我离婚了？为何这么问？你应该不是容易被婚姻困住的人。聪明，不过若是结婚的对象长得对我胃口的话，婚姻也挺好的。他赤裸裸地看着秦野，这目光把秦野看得有些不自在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觉得你挺好看的，我暂时不打算离婚。不知为何，秦野心里狂跳了一下。暂时？呐，万一你会打老婆，万一你没有能力养家，给我好的生活，我可是会走的。不过我不必觉得为难，我过不好自己有腿，会跑，你打我，我会还回去，我会舞，被家暴的估计会是你。秦野一脸黑线。别担心了，至少目前为止，哪怕你没能力，我也不会抛弃你的。秦野真的忍不住了，他一下子弹起来。你等着！江生笑得不行，没一会秦野就回来了，冷哼了一声，扔给江生一沓钱。哈，让你看看我有没有能力。江生懵逼，这秦野不就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，整天招猫逗狗，攻都不上，竟然有钱。他一数，然后瞪大了眼睛，竟然有412块9毛7。秦野，你牛逼！我有没有能力？有，太有了。我能养家。能，太能了，我信你。你信我？秦野诧异，见江生点头，他更加诧异，心里有些异样。只要你一天是我媳妇，我就养你。所以这个钱给我保管？当然。
他也没问当初为什么没把钱给穿越女，自然的把钱收起来。秦野，我和你说个事儿，如果以后我能回城，你想回城后和我离婚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们回去，我家里估计很难同意我俩的婚姻，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和我姓的话，那就好办了。这是江生不打算和秦野离婚的最大目的，他家里就他一个孩子，独生女呀，将来回去面对的不知道是什么腥风血雨，他的婚姻不能被算计。秦野没想到他已经想到孩子那里去了，脸色腾的一下红了，他突然开始支支吾吾。你要是不同，可以。哈？我说可以，只要是我的娃，和我媳妇姓有什么关系？那不还是我的娃？江生这下看秦野更加顺眼了。哦，果然长得好看的人都通情达理。不过现在还不行。什么不行？我还没办法和你生娃，我都不怎么认识你。想什么呢？难道我现在想生？他上下打量了秦野一眼。来，你有腹肌没有？秦野脸色红的不行。你这么瘦，应该是没有。有没有你试试就知道了。秦野一副你不是就没中的表情。算了，再说吧。秦野又石化了，这个儿媳妇做饭第一天就把厨房点了，从此没人敢让她做饭，可妯娌们却都不乐意了。娘，这忙都忙死了，晚上回来还要做饭，谁顶得住？又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，整天什么都不干。娘，上工大家都累了，老四和老四媳妇游手好闲，什么都不干，这不公平。老四媳妇说1个月让家里吃炖肉，他不做家务，你们都同意了。这话让秦家人一致，特别是秦老大两口子。苗菜花脸色难看，但想到肉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走吧，等会儿老大媳妇和老二媳妇回来做饭。江知青平时在家里也这么凶悍，可苦了你家老儿子了。你这婆婆能拿捏住不？拿不拿捏得住关你们屁事？你们拿捏住自己儿媳妇了吗？大家也只是问问。当然拿捏住了。那前2天从你家门口路过还听到干仗。不远处的苗菜花看到这一幕，冷哼了一声。哎，江生真那么厉害？以前怎么没听过？厉不厉害不知道，反正懒得要死，什么都不做，在家里像个二大爷一样，连我家小妮都不如，整天除了吃就是睡，也没点本事，肚子大不起来，不会下蛋的母鸡。这你婆婆也能忍？我婆婆一心只有老三老四，心都偏到天边去了。我家男人是秦家老大，以后分家要成大头，凭什么对我们不好？那你婆婆做的也太过分了，换做是我，早就忍不下去了。闹吧，都闹吧，最好是闹到分家，就不用养那2个闲人了。秦家个人有个人的心思，不过完全影响不了江生和秦野，两人呼呼大睡，下工的人回来才把他们吵醒。整天睡，肚子也不见有个货，关你屁事！整天嘀嘀咕咕，像个没吃东西的鸡似的。哦，对了，你会下蛋，确实是个鸡。你江生，你个懒货，贱人！你大哥，管不好媳妇，我下次直接动手了。江生看着高大的背影，眼神微动。秦野这狗脾气，可不是会随便维护人的人。老四，他再怎么说也是你大嫂。满嘴喷粪，我管他是不是？再有下次，我连你一起揍！秦建国脸色直接黑了。爹娘，你们就这么看着？苗菜花见自己男人维护自己，也缓过来了，一嗓子扯着哭出来。小叔子打人了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快来看看啊！小叔子不要脸！他这大声哭喊，左邻右舍听到动静都过来看。秦父秦母脸色一下子就黑了。老大媳妇，你起来！娘，你偏心老三我就不说了，人家有本事，可老四两口子一天躺着等吃，供不上，家里的活计也不干，就让我们养着。他们是断手断脚了吗？那你想咋的？我想分家。吴彩萍听到分家，眼睛也亮了一下。我还没死呢，你就想分家？秦家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个搅家精？你给我滚！给我滚出去！不行，就要分家，不然老四两口子必须下地。苗菜花，你记性被狗吃了，我来给你回忆回忆。我可没有白吃秦家1粒米，我虽然没下地，但我家里每个月给我寄了20斤细粮，你敢说全部进了我的肚子？还有1个月1顿肉，你哪次少吃了？呸！得了便宜还卖乖，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，黑心肝都没有你这么黑。呵，分家可以，但把这黑锅甩在我身上，我告诉你，打错了这个算盘。爹娘，大哥他们估计早就存了分家的心思了。爹娘，我没有。你没有，你媳妇有。老大媳妇，你想好了要分家。秦父看到大儿子此刻的表情，心里失望。老二，你们呢？爹。秦建军刚要说话，就被吴彩萍拉了拉袖子。两口子的小动作，秦父也看到了，心里同样失望。你们好样的，春耕后就分家。他爹，明天秦家要在大队里出名了，尤其是你我。秦也对这个倒是无所谓，他
他现在担忧的是其他事情。你不想分家？我都可以，但我怕爹娘伤心。他的孝顺让江生多看了2眼，秦野有些恼羞成怒。看什么看？我孝顺就这么震惊？有点儿。秦野无语，逗你玩呢。我在想分家后的事情。什么事？做饭啊，我不喜欢做饭，还有家务，我的手做家务的话太浪费了。我以为你会担心被饿死。你是傻子吗？我家每个月会给我寄粮食，你又说能弄钱，我们能饿死才怪了。你说爹娘会怎么分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爹娘分家还能让你吃亏不成？今天已经让爹娘伤心了。那可不一定，分家老三2口子也要叫回来吧。还有爹娘，你说他们会跟着大哥，还是跟着老四？秦建军烦死了，反正不会跟着我们。你自己有多少钱？干嘛？想打听我的家底儿？不说算了。过来，多的没有，够养你。秦野脸红的跟猴屁股一样，哈哈哈，反正你就伺候好本大爷吧，让你吃香的喝辣的。你怎么说这么大胆的话？秦野，你脸红的样子真好看。闭嘴吧你！饿了，我们吃包子，10个都热了，我吃2个，给你爹娘1人2个，你吃4个够不够？听到江生的话，秦野心里莫名的暖了一下。10个包子，他只吃2个，不仅给他4个，还给他爹娘4个。一瞬间，秦野心里的恼怒被抚平了。江生挺好的，够。他声音有些响亮。等会儿你偷偷给他们，亲眼看着他们吃。秦野也是这个意思，没道理他们给的，还进了别人的肚子。秦野屁颠屁颠的去热包子。易安，我媳妇让我给你和爹留的包子，1人2个，快吃。你媳妇让你给我们留的？昨天去她自己买的，10个她就吃了2个，刚刚我吃了4个，这4个是留给你们的。秦母下意识的不敢吃。说吧，你们有什么幺蛾子？易安，你想哪儿去了？什么也没有，你还不了解你儿子吗？有我会不说。秦母半信半疑，最终还是抵挡不住肉包子的诱惑。爹，你也吃，快吃。说吧，老四，是不是又闯什么祸了？爹娘，我在你们心里就是惹是生非的人。你是？3人大眼瞪小眼，最后秦野生气的把肉包子给他们。赶紧吃，我看着你们吃，哼，别想留给别人。吹，这就吹。老2口无奈的把肉包子吃了。秦野看到他们吃完最后1口，这才撇撇嘴出去。真没闯祸。刚刚老四说这肉包子是他媳妇儿买的，说了留给我们的。我就说老四媳妇变了，他转性了。那不知道，不过现在看着像是好事儿。是不是好事我不知道，我只想着他不要作妖，好好和老四过日子就行了。老四又懒，他更是不用说，分家后我都怕他们饿死。怎么了？拉着个脸？不是，我没想到在我爹娘的眼里，我形象那么差。就这，你心里没点逼数？你有形象那种东西吗？秦野表示不想说话。懒货，像你这样的，勉强嫁出去了，也是被婆家嫌弃的货色。要我说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嘿，我这暴脾气，苗菜花，你指桑骂槐谁呢？你是不是有毛病？那是你闺女，不是你仇人。你看不惯我，有本事直接来骂我呀！你也就只有指桑骂槐的这点本事。呸，怂货，我懒关你屁事！有本事你把吃的肉和细粮还给我！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，又要吃还要别人干活，你怎么不上天呢？江生的字典里就没有忍这个字，别人都是想着不是指着鼻子骂，忍一忍算了，他偏不。不要脸的怂货，我都看不起你，只会拿自己闺女来出气。有本事你和我过2招啊，看我不把你嘴给你撕成8块。正在摘菜的吴彩萍闭紧了嘴巴，脑海里是江生在晒谷场发怒的一幕。苗菜花被骂得气死了，浑身发抖，但他硬是死死闭紧嘴巴，生怕自己忍不住还嘴，然后给了江生动手的机会。说实话，他有点怕。江生看到他的怂样，嗤之以鼻，没见过这样贱的，又怂还要去招惹别人，贱皮子。老四，管你媳妇，这么凶我怎么管？你就这点出息？卧槽，头好痛。这个女孩从马车上摔下来，穿到了21世纪。觉醒空间的她带着现代物资，竟又穿回60年代，还结了婚。老公是个脾气差的童子鸡，没事不是脸红就是发火。四叔，你身上有肉味，你吃什么了？我也要吃。我吃屎你也要？那你自己吃，我不要。你恶不恶心？我出去一趟。你要去哪里？下午跟着我们去上工。不去，累死了。你回来。秦母到处找东西要揍人，秦爷已经跑出去了，气死我了。别管了，别管，让他饿死。秦父看了看江生，饿死了也是他们自己的事。这是点我呢，嗨嗨，爹娘放心吧，饿不死，我家会帮我们的。那让他吃软饭，靠媳妇娘家接济，算什么男人？他愿意的话可以的，我喜欢秦野的脸，我愿意养着他。江生一脸认真，秦父秦母一言难尽。这一晚上，秦野要当小白脸的事就被传开了，不用想都知道是苗菜花这个大喇叭。很多以前传闻和江生有关系的男人都又酸又妒。娘，你看吧。
看吧，要是当初我娶了江生，现在会这么累？人家江生一个月有20斤细粮，还有肉票，有钱一个月吃1次肉。不得不说，许多人暗地里是后悔的。这种后悔在第二天秦野扛着20斤大米回来时达到了顶峰。秦野，这真是你媳妇家寄来的？秦野仰着头，那是当然。你一个大男人也甘心吃软饭？秦野懵逼了一下，我什么时候吃软饭了？你媳妇说的，哪怕你不上工也养着你，你还去把她娘家寄的粮食拿回来。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？秦野懵逼的回家，家里没人，就江生在院子里锻炼身体。你是不是造我的谣了？没有啊，随口说的。你拿的什么？我说是你娘家寄来的。这真是太巧了。不过你这见不得光的，不得全部推在我娘家身上。你才见不得光。江生一副他都懂的表情。改天带我一起去呗，我也想赚点钱。你猜到了。我又不是傻子。秦也没说带不带江生去，江生也没追着问。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春耕后就分家，咱们要弄房子的话，得早点打算。你和爹去找一找大队长，带点东西去。不用带。求人做事不带东西，你怕是脑子有病。告诉你，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。听我的，你带半斤红糖，事情绝对比你想的要顺利。秦也当然知道这个道理，不过因为大队长是本家的人，他习惯了。行吧，听你的。晚上的时候，秦也就去主屋找他爹娘。他刚一开口说弄房子的事情，他娘就满脸后悔，然后伸手抠嗓子眼儿。秦也愣住了。你干啥？老娘就知道你早上没憋什么好屁，好端端的拿肉包子给我们吃，原来是想来个大的。我把包子抠出来还给你，还要起新房子，咋不上天呢？就2个人，一间屋子还不够住，果然是城里来的金娃娃。秦母悔的肠子都青了。您能别那么恶心吗？我们说弄房子又没有要你们拿钱。什么？不要我们掏钱？秦也骄傲道。我媳妇有钱，看把你能耐的，那是你媳妇的钱，和你有屁关系？用媳妇的嫁妆会被戳脊梁骨。随便吧，我也没那东西。老两口已经懒得和他说话了，只要不和他们拿钱，随便折腾去吧。秦母看着自己儿子帅气的脸，心里突然庆幸，或许吃软饭也挺好的，不然就这个德行，怕是没有姑娘受得了。爹，明天你和我去找大队长吧，我把宅基地给量了。我媳妇说要起很多间屋子，正房2间，东西厢房也都要有，还有院墙。对了，要砖瓦房，砖瓦我记得大舅舅有门路。等会儿你说什么？起多少间？什么砖瓦？你们没听错，我媳妇说了，以后还有孩子呢，小了住不开。我媳妇说她不喜欢土坯墙茅草屋，我媳妇说家具也要好的。我媳妇说闭嘴吧你媳妇说，你还有没有点主见？吃软饭的人好像没办法，也没资格做主。秦母愣住，好像是这么回事儿。秦也看着父母，心里哀嚎，救命！我吃软饭的形象是定了。好，明天带你去找大队长。这么个房子，估摸着要200-300块呢。这儿媳妇真有钱。我媳妇说带半斤红糖好办事。快滚吧你，我看你眼睛疼。嘿嘿。秦也哼着歌走了。吃软饭挺好，这样的懒货有软饭吃都是他的幸运。还好当初把他生得好看了些，不然吃软饭哪里有他的事儿。秦建国屋子里，苗菜花鬼鬼祟祟地伸长了脖子。肯定你爹娘又私底下贴补老四呢，真偏心。我是长子，分家要拿大头，你现在计较这些做什么？怎么能不计较？他们拿走了，我们就少分一些。不行，必须得尽快分家。你消停点吧，闹多了，爹娘不分家，我看你怎么哭。苗菜花一噎，悻悻地歇了心思。第二天，秦府就带着秦野去了大队长家。二哥怎么过来了？原本看到秦野拉长了脸的大队长媳妇看到红糖瞬间笑了。来就来，还带什么东西？赶紧红糖啊，这可是好东西，不仅贵，还要糖飘呢。糖飘可不好弄。我媳妇让拿来给妞妞还有大宝他们舔舔嘴。你媳妇就是懂事。现在他觉得江生哪有那么不堪，看着人挺好的。二哥有啥事儿直说，我能办到的，绝对不含糊。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这不，家里春耕后分家，老四2口子想着出去弄房子，让我和他过来找你量一量宅基地。队里传的是真的，你们真要分家呀？树大分枝，儿大分家，都大了，媳妇也都娶了，自己去奋斗自己的小家吧。这话说得开明又漂亮。当然，要是不知道秦家的闹剧，就真信了。父母再不分家，二哥二嫂你们还年轻呢。就是因为年轻才懒得帮衬他们了，让他们自己去当家，早点撑起来。你们已经做了决定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不过孩子大了，自己当家才知道做父母的辛苦。只有老四出来弄房子，那其他人……秦父看了一眼不争气的儿子，家里没啥钱，老四媳妇自己拿钱弄房子。一句话，都是江生自己娘家有本事。听到这话，大队长媳妇瞪了一眼刚才羡慕向往的2个儿媳妇，2个儿媳妇缩了缩脖子，他们娘家可没有钱给他们弄房。
房子，大队长带他们去良宅基地。秦也不懂，他屁颠屁颠的跟在后面。最后他选择了河对岸的山脚下，本来河对岸住的人家就少，这山脚下除了他们就只有2户人家，还是大队比较困难的那种。你确定了？回去你媳妇不会揍你？他不敢。2人回到家，秦家人都围在一起。秦建国在苗菜花的事一下开口：爹，老四要在外面弄房子。秦母冷哼：我说了没人相信。怎么以为爹娘贴补我们呢？你不仅吃得多，还想得多。江生义，行了吧，你有钱你也可以去弄房子，一天酸别人，一天琢磨这个琢磨那个，你心真大。苗菜花现在很怕他的这张嘴，每次都能把他气吐血，还不敢撒泼，怕江生动手。我们没有给老四贴补1分钱，都是他们自己的。快分家了，家里有多少家底，你们心里也大概都有数。这话一出，大家都不吭声了。这几年家里用钱的地方也数得出来，基本是透明的。快要分家了，贴补不贴补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就你们这副嘴脸，还想吃我媳妇的细粮，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老四都是爹娘的儿子，我们也是。别解释，我都替你们脸红。我也只是娶媳妇的时候用了一点家里的钱。这些年我虽然没有上工，但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们吃少了。有些人啊，永远都只看得见自己的付出，别人的好处就好像瞎了一样。秦建国和秦建军2人被他这个话说的脸色火辣辣的。江生似笑非笑：别说了，人家还说我们天天混吃等死，一直吃别人的呢。反正我是没占别人的便宜。这段时间都安生一些，想要分家还闹，仔细老娘脾气好呢。我看你们是活干的少了。老大媳妇，等会儿下工回来，你把家里人的衣服都洗了。老二媳妇，我没说话。秦母冷哼了一声，暂时放过他。秦母看向江生：娘，是他先惹我的，我没有主动惹事，我不想干活，我不会干活。秦母见他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，嘴角微微抽了一下，也不看他，转身回去休息了。地基的位置选得怎么样？在河对岸的山脚下，那边人户少，很安静，就是可能不怎么安全。山上有野兽，也有可能会下来，只有把院墙加高，不过又要多花钱。只要安全、安静就好。院墙加高也保护了隐私，不用担心，我的钱够养你。别不开心，能被解养的人目前只有你一个。江生在吗？我就是。有你的信。对了，邮局好像有2个包裹是你的，包裹太大了，就没给你捎过来，你有空自己去取一下。多谢，我明天就去取。这信是姨妈写的。江生才看了2行，脸色就不对了。你怎么了？家里出事了？江生没说话，快速看完了信，心就揪起来。去年家里察觉到情况不好，就安排他下乡。大伯家2个哥哥也都安排进了部队，他还带了很多钱。姨妈信里说爷爷被下放了，地点也在东北，就是不知道具体哪里。大伯一家被下放去了大西北，他爸妈还没定，写信来的时候没定，这个时候肯定有结果了。他爸妈登报和他断绝了关系，所以他现在已经不是江家的人了。江生，我没事。你看你这脸色是没事的样子，你家里出事了，你要不要回去看看？我去给大队长要介绍信，我陪你去看。家里是出事了，不过我们暂时做不了什么。秦也张了张嘴，最终没说什么。江生缓了一会儿后，好一些了。爷爷年纪大了，这下放的人日子可不好过，要是遇到不好的人，时不时还要被拉出来。希望爷爷能来我的附近，让我能偷偷照顾着，不然这接近7、8年的日子，爷爷估计熬不过去。秦爷，咱们现在就准备起房子吧，等不到春耕后了，砖瓦你去弄，工人加价找。行，我已经找过大队里会修房子的老榆叔，我现在再去一次。对了，秦爷，我想请你帮我个忙。什么忙？帮我打听一下这附近最近一段时间下放来的老人有没有姓江的。你说的出事是这个出事？别那么惊讶，那也是你爷爷。我们现在离婚来得及吗？你最好说的是假话。江生语气很平静，但秦也无端的起了一层鸡皮子疙瘩，强烈的求生欲让他猛然摇头。我当然是开玩笑的，我们夫妻一体，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。这还像句人话。放心吧，我会小心，不会连累你的。我放心不了，你的表情好像不是这么想的。打听的话只能在暗地里，我尽力就行。咱们结婚这么久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家具体的情况呢。我姓江，你读了高中，应该知道江姓不简单。我爷爷是领导，我奶奶是烈士，我全家都是军人，我是家里的独生女，从小在部队长大，什么刀枪棍棒拳法我全部都会。我外公外婆都是大学教授，所以我琴棋书画也不在话下。对了，还有我姑姑嫁的人家从政，姑姑生了3个儿子，2个都比我大，最小的弟弟也只比我小1岁半。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，所以你没得逃，不管你喜不喜欢我，你都是我江生的男人。所谓富贵险中求，你可考虑好了？我从来也没说退缩啊，不过你应该不会再离开吧？他说的离开是突然变了个人。不会。所以就没什么好怕的吗？我真的一点也不喜欢以前的那个江生。江生听着这话，莫名的心情就好了起来。今晚我想吃肉，有一小节腊肉，我藏着呢，晚上做给你吃。你会做？
别小瞧我，以前奶奶教过我的，做饭很简单，我只是懒得做。这个小姑子故意不做嫂子的饭，还一脸挑衅的看着她。秦环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这个家是你当家了，是你一个人的，你想给谁吃就给谁吃。爹娘，四哥，这个女人整天在家里睡大觉，什么都不干，她凭什么吃饭？她不是有钱吗？有本事自己吃啊，有本事给家里买点好吃的改善伙食啊。原来是惦记上了我的钱了呀，秦环，别人的东西就是别人的，只要人家不愿意，你想尽办法也没有用。江生，你这个闭嘴！秦环，你信不信我动手？四哥，你凶我，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凶我！秦环，我脾气不太好，你最好不要惹我，不然谁的面子都不管用。到时候看看是你不用做人，还是我不用做人。既然今天你做饭少了，那就别吃了。秦环眼睁睁的看着江生把自己的粥喝了一干净，还没人帮他说话，气得发抖。是我媳妇说爹娘累了，今天吃点鸡蛋糕补一补，填填嘴儿。我们等会儿吃。不行，必须现在吃，不然你们拿给别人吃了怎么办？都给我了，我还不能做主。快吃吧，孩子们的一片心意。这臭小子一口一个我媳妇的，真是没出息。找个好媳妇也算是出息。哼，一会拿粮食去送给老三，顺便给他说春耕后分家的事情，让他回来一趟。凭啥每次都去都要给他们送？让你送你就送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你觉得你三哥他们每个月给家里10块钱公平不？公平个屁！他当初的工作虽然是岳家找到的，但人家要300块钱，家里可是凑出来的，1个月10块，这才几年啊！别说他还从家里拿粮食，爹娘偏心老三，老大老二不敢说什么。你以为他们怎么看咱俩不顺眼？还不是连带着老三的那一份都撒气在咱俩身上。那这个粮食当然不给他送了。你果然跟我一样坏。两人到了县里，秦野扛着粮食去处理，竟碰到了发小宋云暖。江生，真的是你？宋云暖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宋家出事了？呸！你这乌鸦嘴，你家才出事了呢。话一出口，他就后悔了。江生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行了，闭嘴吧。滚远点儿！我嘴巴不把门，你别生气。对了，我给你说个消息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爷爷在路上了，也是来这里，好像是胜利公社，具体是哪个大队我不清楚。你确定？我爸说的，应该不会有假。多谢。作为回报，我也告诉你一个消息。什么？周回和我在一个大队，秀水大队。果然，宋云暖眼睛猛然就亮了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江生，我今天去你那儿玩吧。还是别了，改天吧。江生看到秦野走过来，宋云暖惊诧：你竟然在乡下谈对象了？不是谈对象，我结婚了。这是我丈夫秦野，这是我大队院里的发小宋云暖。结婚？周回没阻止你，他就不怕被你哥你弟锤死？行了，不说这个，我们还要去一趟邮局，就此分开，再见。宋云暖还懵逼呢，两人已经走了。那人谁啊？他看不起我？稀奇，你这是委屈了？他是你发小对吧？发小就是能看不起人吗？他就那样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如果一个人的态度你都这么介意，或许将来这样的人会更多。秦野怎么会不明白他的意思？正是因为明白，才不得劲。走吧，去取包裹。这2个我拿不动，我去找人过来，你等着。不用，我不是弱鸡。卧槽，江生，你天生神力啊！江生无语。老四，你扛的什么东西？老四，你扛的什么东西？来人是秦家二姐秦玲。对了，你来城里，你媳妇呢？她还在家里作妖没有？你那媳妇名声不行，但人长得挺好看，你自己心别太大。我在这里，你天天不着家，要射。我怎么了？我名声不好怎么了？我都嫁人了，难不成还会乱来？再说了，以前的那些传言你看到了，张口就来，枉你是读书人，流言止于智者都不知道。秦玲有些不可置信，以前的江生懒，目下无尘，高冷不搭理人，像这样嘴皮子利索还真没有。二姐，我媳妇受伤了，我带她来看看，其他的你就别管了。你有钱吗？爹娘不给我们钱，我俩还没吃东西呢。秦野嬉皮笑脸的插科打诨，秦玲心里刚涌起来的怒气一下子消散了。娘怎么这样？你来城里一点钱都不给，你俩是傻子吗？不知道去我家？我媳妇这不是怕打扰你吗？你媳妇要真有这么懂事就好了。行了，把你俩那破烂找个地方放着，我带你们去吃饭。扛着破烂的江生默默地放下包裹，几人回到秦岭家。秦玲婆婆迎了出来。玲啊，回来了。她回来了。哥，今天做的饭多不？不多的话，我再去做个菜。老四和他媳妇进城来，被我遇到了，叫他们回来吃顿饭。不用你陪他们，我去做。正好昨天明成拿了一点香肠回来，我把它炒了。对了，我刚刚拿了几个苹果回来，给你弟弟弟媳妇拿一个吃着，饭菜马上就好了。妈妈，四舅舅。屋里出来几个小孩，秦野便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掏出来几颗大白兔奶糖，一人2颗，这是你们小舅妈给的，叫人。小舅妈好，你们好，喏，给你们的。江生更加大方，直接一人给了1毛钱。4个孩子，秦玲都瞪大了眼睛。4个孩子被教导得很好，都没第一时间拿钱。江生瞪眼，赶紧拿着，我生气了。拿着吧，谢谢你们舅妈。这江
生怎么变了个人？4个孩子接过钱，说了舅妈好，然后冲出去把钱给奶奶看。手不要这么散，有点钱捏在自己手中，你俩还要过日子呢。他微微有些不自在，刚才他还那样说江生，秦也怕江生对人，他连忙说道：二姐，生生也是想着第一次见孩子的时候没给见面礼。对了，我们春耕后要分家了，我和生生自己出去起房子，已经开始弄了。分家？秦也简单说了一下经过，没有添油加醋，但是掐头去尾了，锅直接甩给了苗菜花。就他那个搅家精，也就大哥稀罕他，这个家都要被他搅散了，你们受累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个家里估计秦陵和秦野是最亲近的。秦野对秦陵的态度和对其他的人的态度都不一样，他和秦陵就真的像是亲姐弟。得知江生掏钱弄房子，秦陵看他的目光更加不同了。这姑娘是真的对秦野好啊，还拿自己的嫁妆钱弄房子，我以前错看她了。是啊，以前是姐不对，你不要和姐一般见识，好好和小野过日子。呵呵呵。俩人扛着大包回到家，江生难得温柔，辛苦了。我不管你是谁，请你从江生身上下来。特马神经病，这才是江生。我要睡觉了，一边玩去吧。江生出去溜达，秦环看见他就不舒服。疼，懒骨头！你不懒你怎么不下地呀？双标狗！你骂我狗！把你的爪子收回去，等会儿给你砍了。秦环连忙把手收回，警惕地看着江生。哼，就这点胆子。野哥有消息了哟！秦野刚睡着，什么事？要不和我说？和嫂子说也可以。嫂子，野哥说打听的人打听到了，那个老头被下放的地方正好是咱们大队，今天就到。什么时候的？二狗被他捏得有些痛，脸上抽了一下。快了，下午。江生心里非常激动，他想现在就见到爷爷。江生去过21世纪，他知道自己爷爷没挺过去，现在他回来了，有他在，爷爷必须好好的活着。嘿，不要脸，在院子里就勾引男人，你对得起我四哥吗？这个女人只是跟男人说了几句话，就被小姑子骂水性杨花。嘿，不要脸，在院子里就勾引男人，你对得起我四哥吗？你眼睛不要，我可以给你戳瞎了。你站的位置看不见，我俩隔了那么远，我拉的是手，隔着衣服拉的手臂。你个蠢货！秦环被一巴掌打懵了，他捂着脸看着江生，一瞬之间不敢说话。不会说话就闭嘴，这张嘴要是不想要，那我给你撕了。别惹我，我脾气不好，不会忍。江生骂完转身就走，没心情理这蠢货，独自坐在河边发呆。干嘛呢？坐在这里吹冷风。你咋醒了？你怎么了？爷爷要来了，今天下午。你不应该高兴吗？来这里才好呢，你可以就近照顾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心里难受。给你吃点甜的，心里能好受点。我又不是小屁孩。夫妻俩正说着，大队长带着几个老人走了过来，周围的村民都围在一起。江生一下刚想冲过去，被秦野拉住。你疯了！江生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。别哭，你想被人注意到，到时候咱们完蛋了，谁还能照顾爷爷啊？听了这话，江生冷静下来，躲在秦野背后整理自己。这几个人放在这里，该怎么做？你知道吧？知道，他们是犯了错误的人，自然是吃糠咽菜，住牛棚，干最苦最累的活，才能把他们的思想掰正。咦，他们如果不听，时不时拉出来教育一下。几个老人神色麻木，低着头都不说话。清楚，你们就放心吧。村民们都不敢说话，害怕这些带着红袖章的人。带头的人开始踢打老人，秦野拉着江生就走。江生，走，放心，我和你一起，有我们在，爷爷不会有事的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隐藏好你们的关系，不要让人察觉出异样，不然一切都完蛋。爷爷不会有事的，我不会让爷爷有事。晚上，两人带着食物药品偷偷的去看爷爷。爷爷，是我是生生。你怎么来了？快走，快离开。生生，先给爷爷上药，有话等会儿说。上过药后，江生拿出吃的。爷爷，先吃点东西，我带的东西多，大家都吃点。还有药，吃了后先上药，也有口服的。最重要的是养好身体。大家放心，大队长和支书都是好人，平时肯定不会搓磨大家，就是有时候估计得做个样子。不过整体都是好的，大家要有信心活下去。去年没熬过去的几个老人，是因为心气儿没了，一旦精神头垮了，活着就很难。我还有点布料和棉花，大家先将就一下自己的衣服，我改天请人做了再拿来。你有这份心已经很是难得了，不用管我们，平时也不要了。老人家放心，我有分寸，我还要保重自己，照顾爷爷呢。江老摸了一下孙女的头，心里的麻木少了一些。他的孙女长大了，懂事了，乡下真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。吃了不少苦吧？没有呢，我一直都很好，地都没怎么下过。见爷爷不信，他简单说了一下情况。你又不是不知道自己孙女儿，我是能吃苦、愿意吃苦的人吗？不是，你太懒了。还是爷爷了解我。对了，爷爷，我结婚了，这是我对象秦野。我嫁给他后也一直没下地挣公分，都在家里呢，家务也不做，日子可好过了。江老在听到结婚这2个字的时候，其他的话就已经听不进去了。他目光犀利地看着秦野。还行，
爷爷好。和生生好好过日子。爷爷放心，我会的。臭女人，坏女人，想找打呢？你敢打我，我就告诉奶。略，又懒又馋的坏女人，死小孩！江生抓住臭蛋，对着屁股就是几巴掌，臭蛋哇的一下就哭了。你怎么打人？你是大人，你还和小孩计较？都是第一次做人，凭什么要让着你们？说完又是啪啪啪的几巴掌。闭嘴，吵死了！再哭再打，你信不信？臭蛋立刻一手捂住嘴巴，一手捂住屁股。好好的小孩你不做，听你妈的屁话，乱讲别人出息。再让我听到你胡咧咧，下次腿给你打断了。臭蛋害怕的连连后退。此刻在他的眼里，江生就是个魔鬼，脏死了，一点卫生都不讲。小屁孩，乖一点，听到没？我可不会手软。哥，真的很疼吗？你说呢？肯定很疼，我看他很使劲，被打的是我，你捂什么屁股？看着我觉得屁股也疼，好可怕，四婶好可怕。下午，江生从屋子里出来，正好对上野了一天回来的臭蛋。他看到江生后，一溜烟冲到了苗菜花的背后，瑟瑟发抖。臭蛋，你干啥呢？没，娃话都说不利索了。哦，白天被我打了一顿，他口无遮拦，学着大人骂我，这样的孩子不教，以后指不定会出什么事呢。我就替你们随便教训了一下，大哥大嫂不用谢。苗菜花和秦建国无语凝滞，特别是苗菜花，心里都快呕死了。你凭啥？凭他骂我那个话，如果我听到你亲自说，我同样会把你摁在地上摩擦。苗菜花不敢说话了。管你媳妇。大哥也看到了，我管不了，人家不管我就是好事了。真没出息。秦环看到这一幕，心里无比庆幸昨天没告状。牛棚里太冷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下次还得带2床被子去。好的被子怕是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所以我打算把咱们用的被子缝上几个补丁送去。这次我姨妈寄过来的包裹里有1床6斤的棉被，我俩暂时用那个。秦野的脸色有些红。我俩一个被窝，你不愿意？当然愿意。自从结婚，他们还没有一个被窝过。我去让秦环帮我煮鸡蛋。他能愿意吗？还是我去吧。我有办法，你歇着吧。江生走进厨房找正在做饭的秦环，妹妹，帮我煮几个鸡蛋呗。秦环想发火，又怕江生动手，心里有些憋屈。娘说鸡蛋是留着换盐巴的，你想偷吃，你怎么那么馋？谁说要用家里的鸡蛋了？诺，这个是我自己买的，都煮了，到时候给你半个。半个？你也好意思？那1/3。秦环脸色都黑了，怎么还带降价的？见他眼睛都要气红了，江生恶劣的笑了2声才道：“给你一个，赶紧的，帮我煮吧。”哼，这还差不多。晚上江生在被窝里，秦野站在那里迟迟不上来。大男人扭扭捏捏的，给我上来！你是不是不敢呢？谁不敢？上就上！屋里都是2人的心跳声。你心跳很快，你的也不慢。 2人谁也不服输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江生松懈下来，真想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针锋相对。大概是有点病。你骂你自己就行，别骂我呀！赶紧睡觉，烦死了，离我远一点。